不久前，《星海灿烂》迎来了点映大结局，这意味着有一部分观众可以提前看到结局。在该剧的最后，凌不疑跟陈少商终于如愿以偿的在一起了。《星海灿烂》的结局略显仓促，可能是时长的缘故，亦或是被删减了不少内容，但不少角色的结局还是圆满的。何昭君和楼瑶隔着芥蒂，因为王延基放的那场大火，打破了两人的隔阂。原来楼瑶是喜欢何昭君的。而他虽然放不下陈少商，但却也是真心对何昭君好。程颂和万七七成亲了，泱泱阿紫也跟着班小侯爷在一起了。陈少商虽然大病了一场，但还是坚强地走了出来，陪着宣后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。陈少商说要谨遵皇后遗愿，将他的衣冠送去故土，却不想在送衣冠回去的路上被王延基设计抓到。这一幕让原本感情破裂的两个人再一次升温，最后携手游历天下。袁慎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他苦等陈少商，到头来还是没能赢得家人芳心，最后孤独终老，成为了全剧最大的意难平。在《星海灿烂》的最后，没有凌不疑流放边关的5年，也没有陈少商为此差点死去，更没有袁慎相伴5年替他遮风挡雨。没有他去蔡家退亲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更没有袁慎表白的高光时刻。到头来，第一个表白抛绣球的袁善见还是一个人，只能远远地看着陈少商跟凌不疑出双入对，令人羡慕。袁善见的结局真的是意难平啊！大家所看到的袁慎，总觉得他嘴很贱，常常对陈少商恶语相向。其实那是因为他并不懂得如何去讨女孩子欢心。更何况在遇到陈少商之前，他甚至觉得成亲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。袁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他父母的缘故。他父母因为家族利益在一起，夫妻没有感情，他从小就感受不到父爱和母爱，所以他从小自立自强，就连娶妻这样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来张罗。后来袁慎遇到了陈少商，才动了想要成亲的念头。但是袁家关系错综复杂，从小的家族利益至上告诉他要娶的女子定然是知书达理、懂得打理后宅、不善妒的女子，所以他隐忍了内心的想法，没能说出来，既没有赶在楼瑶之前表白心意，也没能够在陈少商第一次退亲的时候像凌不疑一样果敢。诚如他自己所说，一子慢，满盘皆输。后来凌不疑和陈少商退亲，凌不疑流放边关，陈少商躲进永安宫当了宫令。袁慎才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，这次要是不把握住，那么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袁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蔡家退亲，但此举引来了蔡家的不满，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甚至两家结仇。但袁慎还是坚持退亲，甚至不要脸皮的每日去陈少商家4、5次，献殷勤般的去见他，照顾他，成为凌不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陈少商最大的后盾。为了不让蔡家成为后顾之忧，他甚至用了5年的时间就修复两家的关系。终于因为摆平了前未婚家的一件难事儿，才算化解了两家的恩怨。他一直等到前未婚妻娶妻生子了，明白了蔡家不会对陈少商有危险了，不会给陈少商带来麻烦和非议之后，他才正式的跟陈少商提亲订婚。这5年来，何止陈少商被女娘们嘲笑他痴心妄想，死要面子的袁善见又何尝不是顶着逼人嘲笑的目光追了陈少商5年呢？等到苦尽甘来，袁慎对陈少商表白，这一段称之为袁慎的高光时刻。他说，我想要娶你，只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我看你渐渐长大，学着稳妥周全，学着滴水不漏。我忽怀念起你在银家一言不合就打人的样子，我又觉得你永远不会长大，永远满身刺的样子也是不错。少商，我喜欢与你待在一处，听你偷着说人坏话，看着你自得其乐的我行我素，日月绵长，岁月悠远，你我最终会白头偕老，合葬一处。然而这些剧中都没有播，没有5年的陪伴，也没有为了退亲而打得鼻青脸肿，更没有在陈少商命悬一线时的辛苦照顾，甚至都没有表白过。袁善见啊，到头来还是满盘皆输了。